我竟摇身一变成为国公府的老夫人，府中众人皆是书中的反派，我的孩子们没一个让我省心的。那老大宠幸小妾，欺凌正妻，老二则是挥霍无度，老三更是嚣张至极，不可一世。重生归来的孙女儿，正偷偷谋划着要将整个家族覆灭。为了能继续过着安逸的日子，我果断将老二及其宠妾赶出家门，让老二学会自食其力，还打断了老三的腿。孙女不再兴风作浪，只是双眸闪烁着光芒，望着我问道：“老祖宗，今日要收拾谁啊？”“老夫人，老夫人，出大事了！”我缓缓睁开眼睛，脑袋还在隐隐作痛。只见一个身着淡青色绸衫的丫鬟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待我整理好混乱的记忆，便面无表情地问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般慌里慌张的。”“奴婢鲁莽，还望老夫人恕罪。”秋月低头行礼，而后起身说道：“花姨娘小产了，大爷正闹着要和大奶奶和离呢。”我心中不禁暗自感叹，这都叫什么事儿啊？阴差阳错之下，我获得了剩余的寿数，本以为能过上吃喝不愁、受人尊重的日子，没想到却变成了古言虐文里的大家长。来不及多想，我让秋月扶着我的手腕，带着院里的奴才浩浩荡荡地往前行去。“锦瑜，你这个恶毒的妇人，今日我便要休了你，为花儿讨回公道。”在那偌大的院落中，一个身长9尺的男子因愤怒而满脸通红，他一手握着剑指着自己的发妻，一手揽着哭泣的娇妾。那人正是原身的儿子叶晨。大儿媳锦瑜面色惨白地跪在地上，眼中满是痛苦。“我未曾做过害人之事，你若不信，便杀了我吧。”即便面临死亡，他也不愿给那人让出位置。“好，好，好！你当真以为我不敢吗？”远远望见这一幕，我怒喝道：“住手！”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身上。锦瑜抬起眼皮，看到是我后，又失望地垂下了头。叶晨是个标准的古代大孝子，他收起剑，走过来想要搀扶我的手，紧张地说道：“母亲，您身体不适，怎么来了？孩儿自己能处理好。”那楚楚可怜、摇摇欲坠的花姨娘也委屈地喊了一声：“表姨母。”没错，他们俩还是表兄表妹，这也是花姨娘有恃无恐的原因。突然，我感觉到一道充满恨意的目光，我转头看去，只见一个奶乎乎的女娃娃正躲在假山后，紧紧握着小拳头，目睹着这一切。啊！我抬起手，给了好大一巴掌。“你这脑袋里装的都是些什么？锦氏是你3媒6聘娶回来的正妻，连查都不查就给她定罪，没有我的允许，你休个屁！”说完，我气喘吁吁地坐在秋月搬来的紫檀椅上。叶晨难以置信地望着我：“母亲，锦氏害死的可是您的亲孙儿啊，一个尚未出世的庶孙罢了。”我不稀罕，我摆摆手，恨铁不成钢地对瞪大双眼的锦氏说道：“你还跪着干什么？是觉得地面凉快吗？”锦瑜没想到向来不管事的伯母会帮自己说话，但她懂得察言观色。闻言，她站起身来到我身旁，眼中的泪珠在打转，却倔强的不肯落下。两人新婚时也曾恩爱过，如今却彼此厌恶。我让管家去查个清楚。花姨娘的计谋其实很简单，但有些人的心就是偏的。没过多久，管家就把府医的诊案和花姨娘收买主母院里一个扫地丫鬟的证据拿了过来。管家如实禀报，花姨娘这胎的胎相极弱，大概率保不住了。那丫鬟也承认自己收了20两银子，偷偷把落胎药的药包藏进了夫人屋内。花姨娘的脸色愈发苍白，她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辩解：“我没有，我怎么可能会害自己的孩子？”我端起茶盏抿了一口：“晨儿，你可听清楚了？”男子俊美的面容上青黄交错，他张了张嘴，拂袖说道：“即便不是锦氏所为，也是因为他整日立规矩，才导致花胎相不稳。我不愿再与这等毒妇同榻共眠，言下之意还是要和离。我真是无可救药。”锦氏也是一脸难以置信地望着自己的夫君。就在这时，花姨娘的丫鬟突然尖叫起来：“啊，姨娘！”女子缓缓跪在地上，叶晨二话不说将她抱起，焦急地喊道：“快去叫府医！”站住！我用龙头拐杖杵了杵地。“老大，你要是出了这个门，就给我滚出国公府，日后别再说是叶家的人。”男子脚步一顿，微微侧过脸，语气变得生硬：“既然母亲这般说，孩儿只好带着花儿出府居住了。”我不再理会为爱发疯的老大，而是朝假山后招了招手，笑得慈爱：“小丫头，你蹲在那儿干什么？过来让祖母瞧瞧。”一个4岁左右的奶团子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打量着，他面容白嫩精致，小脸圆圆，宛如仙人坐下的玉童，只是眼中时不时闪过与年龄不符的沉思。“老祖宗！”他乖巧地喊了一声。谁能想到，这就是日后阴狠毒辣的恶毒女配呢？“云溪，你怎么在这儿？吓人呢！这天寒地冻的，没人看着你吗？”锦氏心疼地抱起女儿，替她拂去肩上的霜雪。我淡淡地说道：“待会儿把小云溪院里的奴才全部换掉，不中用的就别留了。”叶云溪从娘亲怀里抬起头，诺声道：“老祖宗，我能不能换个爹爹啊？”众人以为他年纪小，童言无忌，开玩笑而已。
却不知他日后真会亲手弑父。我揉了揉他头顶的小揪揪，豪气十足地说道：“行，祖母，我这就给你画一个。”说完，我便带着小孙女进宫去了。坐在马车上，我才有空整理脑海中的剧情。叶国公府一家全都是极品反派，原身曾养育过当今圣上，所以圣眷深厚。但他十分固执，认为多子多孙才是福，一直不肯分家，连带着对只生了一个女儿的大儿媳景氏也看不顺眼，任由儿子宠妾灭妻。景氏殊不知，他的亲生女儿，也就是虐文女主，早已被花姨娘调换到乡下受苦。没错，我身旁的小孙女叶云熙竟然是个假千金。在原本的剧情脉络里，倘若没有我的介入，今日景氏势必会想不开，进而引发毁灭两家的激烈冲突与仇恨。花姨娘被扶正之后，叶云熙的生活也变得极为凄惨，所以在养母离世后，他对叶家充满了深深的恨意。老二叶婷挥霍无度，将祖产挥霍一空；老三叶金则嚣张跋扈，得罪了未来的贵人，最终整个家族都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该如何安然离世呢？我揉了揉有些发疼的太阳穴，就在下一刻，一只小巧的手温暖地贴在了我的脸颊上。云溪给老祖宗暖暖。小女娃依偎在我怀里，那葡萄般明亮的眼眸扑闪着，我的心猛地一颤。哎，乖孩子，多可爱啊，哪有什么恶毒呢？皇宫之中到处都是闪耀着金光的屋檐和红色的瓦片。按照常规，宫外的马车是不允许进入皇宫的，人们只能步行去面见圣上。但原身却是个例外，皇帝对他极为敬重，特别批准了他的破例之举。皇帝原本正在召开小朝会，听闻我进入了皇宫，立刻转头过来迎接。阿娘，你进宫怎么不提前派人通知一声呢？我也好派人去接你。威严的帝王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情，他让身边的工人退下，亲自过来搀扶着我。如果让外面的人看到这一幕，肯定会大吃一惊。想着好久没见到你了，就过来看看。我拍了拍他的手，露出微笑，直截了当的说道：“顺便啊，给我那嫡孙女讨个郡主的封号。”原身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脾气，皇帝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我是在亲近他。他爽朗的笑了笑，挑了挑眉问道：“哦，是哪位小辈，能让您如此疼爱？”有工人去侧殿把一脸困倦的奶团子抱了出来。我指着皇帝说道：“小云溪，快瞧，这是祖母给你找的新店。”皇帝，叶云溪。过了好一会儿，身穿明黄色长袍的男子哈哈大笑起来，将小奶团抱起来掂了掂。这孩子倒是浴血可爱，封号就叫顾伦吧。我把那个不争气的大儿子所做的糊涂事全盘托出，亲切地喊道：“九思啊，你罢免了他的官职，收回了他身上的世子之位。老神倒要看看这小兔崽子还能撑多久。”皇帝狭长的凤眸中闪过一丝怒意。阿娘，您放心，我会好好教训臣弟的。由于一个意外的发生，亲母已经离世的九思皇帝是由原身一手抚养长大的，与年纪相仿的叶晨共同生活了10年，两人的感情十分深厚。如果不是最近几年叶晨行事荒唐，再加上原身心中有怨不肯进宫，与养子处于冷战状态，国公之位早就易主了。我离开皇宫时，皇帝还眼巴巴地问道：“阿娘不生我的气了，可不可以多来看看我？”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回到府中，随行的太监宣读了圣旨，整个国公府都震惊了。下人们议论着：“大小姐成郡主了，大爷不当世子了，那哪位也能当呢？”景氏抱着打哈欠的云溪呆呆地愣了许久，仿佛抓住了水中的浮木。他想起还在乡下受苦的亲孙女，我让奶嬷嬷把孩子抱走，独自留下景氏一人在屋内。女子忐忑不安地绞着手帕，犹豫着说道：“母亲，夫君他……别提那个逆子。”我打断了他想要劝说的话语，严厉地说道：“你可知道，你的亲生女儿在出生的时候就被调换走了？”什么？景氏猛地停下，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将花姨娘当年所做的事情全盘托出，只是说偶然间发现了一些线索。你以为我为什么对老大如此失望？他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亲生骨肉被送走。云儿是他从一个农妇手中买回来的女婴，她的来历已经无法追寻，孩子是无辜的，你可不要迁怒于他。我们国公府家大业大，养得起2个小姑娘。哈哈，景氏几乎要疯了，她跪坐在地上，笑着流出了眼泪，厉声说道：“花姨娘，好一个花姨娘，好一个负心汉！”过了好一会儿，她抹去泪水，又恢复了端庄有礼的模样。请母亲放心，儿媳这就去把我那苦命的女儿带回来。至于另一头的老大叶晨，已经带着他的爱妾花姨娘坐上马车来到了别院。他堂堂一个国公世子，为何要一直忍让受气呢？等母亲消气了，我们再回府。叶晨安抚了一下满脸不安的花姨娘，握着她那双柔软的手承诺道：“花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扶正的。”妾身相信爷。花姨娘靠在他的怀中，低垂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怨毒。两人还不知道他们的缺德事已经被暴露。当他们下车要进入别院时，直接被收到我命令的看门护卫拦住了。大老爷恕罪，老夫人吩咐了，您现在已经不是叶家人了，不能进入叶家的地方。叶晨气得青筋暴起，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转了方向去客栈落脚。而此时的我正躺在昂贵的紫檀木榻上，枕着玉枕，盖着蚕丝被，美滋滋地睡着觉。古时出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在家中安稳地过了几日子，前去寻找亲女儿的景氏，也在10天后回到了国公府。这位美妇人因为赶路而显得有些风尘仆仆，但表情却极为激动。她推了推身边瘦弱不堪的小姑娘，哽咽着说道：“田姐儿，快跪下给你祖母磕个头。”我抬起眼睛打量着，发现日后会倾国倾城的女主，如今还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小姑娘脸上没有一点肉，双颊凹陷，使得她的眼睛格外大。她怯生生地跪下磕头喊道：“拜见祖母，快起来，让祖母好好看看你。”我心疼地抚摸着那枯草般的头发，问景氏：“可验证过了，别到头来是一场误会。”听到这话，田姐儿低下了头，神情惴惴不安。不怕您笑话，景氏拉开自己和田姐儿的袖子，儿媳一家手上都有蝶形胎记，也找到了之前接生的稳婆进行了验证。田姐儿手上的胎记虽然没有景氏那么明显，但也能看出形状差不多，而云溪却没有。我感受到一道强烈的视线，笑着朝门口那个浴血可爱的小人招了招手：“小云溪，快过来，看看你的妹妹。”叶云溪凭借着上一世的记忆，早就清楚自己是鸠占鹊巢之辈。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世的叶田竟然会归来的这般早，早到他还没来得及去笼络人心。那奶团子原本眼中充满了敌意，可在听到我那一声妹妹后，神情陡然变得复杂起来。他强忍着内心的不安，走上前来行了礼，然后故作天真的问道：“娘，老祖宗，下人们都说我是野孩子，要把我送走，这是真的吗？”景氏看着这个养了好几年的女儿，沉默不语。小姑娘的眼眸又大又圆，此刻却弥漫着沉寂，仿佛失去了往日的光亮。我愤怒地拍打着桌子：“胡闹！到底是哪个多嘴的婆子丫鬟说的这种话？你告诉祖母，我定要将他们统统赶出府去。偌大的国公府，难道还养不活你们这些人？绝不能让这小丫头心里留下芥蒂。”叶云溪听到这话，神色微微缓和了一些。我拉起她的手，放在田姐的手背上，慈爱地说道：“以后你们俩可要相互扶持，姐妹之间要互相关爱，共同撑起叶家门楣，别再想着祸害家里，让我能好好的安享晚年。”田姐儿表现得十分乖巧，她探出脑袋，脆生生地喊道：“阿紫。”过了好一会儿，叶云溪才点了点头，闷声应道：“妹妹。”那眸底深藏的惧怕渐渐消散开来。安排好2个孙女的住处后，我刚让下人摆好膳食，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动静。出门游玩多日的老二下了马，飞奔而入，大嗓门地叫嚷道：“母亲，大哥当了这么多年世子，总该轮到我了吧？你可不能偏心3弟。”他那圆滚滚的身子凑近过来，一把抓起桌上的糖醋肘子，嘿嘿笑着掏出了一只翡翠玉镯。这是儿子从有人手里买回来孝敬给您的，花了1万两银子呢。我看着他那张胖得只剩眼缝的大饼脸，眼前顿时一黑，颤颤巍巍地将他推开。1万两？你说1万两？这糟糕的成色和豆种，竟然也能值1万两？你那位友人是谁？我要亲自上门去问问，他到底有多大的脸，才能开这么大的口？哄骗老二的友人是顾家的嫡次子顾炳，也是皇城里出了名的纨绔子弟，6鸟斗鸡样样精通。日后老二染上不好的习惯，败光家财，跟他肯定脱不了干系。想到这里，我心中的怒火更盛，猛地拍打着桌子喊道：“来人，从今日起停了老二月例，不许他再从公账上支取钱财。”是。不行。叶婷顿时感觉天塌了一般，扯着我的袖子说道：“我的老娘哎，不就是1万两银子吗？哪至于让您大动干戈？没有阅历，你让儿子怎么活？”我看了看他满不在乎的表情，拳头又硬了起来。你可知道，这1万两银子能让多少平民百姓吃上几年饭，能给边疆的将士们做多少件厚袄？当年我和你爹为了养家糊口，种了1年的田地，加上绣了100张帕子，也才攒下100文钱。这国公府才封下来没几年，早逝的夫君跟着先皇打江山，原主又养育了如今的皇帝，才让全家过上了好日子。这让人心烦的孩子，必须要好好改造改造。不顾老二的哀求，我冷酷无情地下了命令。老人家的精力已经不充沛了，做完这些事后，我只觉得眼皮直打架，只能回去歇歇。明日一定要再去顾家，讨回那1万两银子。等天一亮，我便吩咐秋月把那件一品诰命夫人的服饰拿出来。走，备好马车，我们去顾府当个让人讨厌的客人。来的真是凑巧，顾大人恰好下朝回府，在门口就与我们碰了个正着。他一脸惊讶地问道：“叶老夫人来此，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叹了口气，避而不答，让下人把那只玉镯拿出来，问道：“老身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特地来请教一下顾大人。您看这只玉镯价值大概是多少？”顾大人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走上前来仔细打量了一番玉镯后，斟酌着说道：“这大概能值10两银子吧。”周围不知何时聚集起了一群人，有懂行的百姓小声嘀咕道：“卖1两银子我都觉得贵。”我冷哼一声：“既然顾大人知道这只玉镯的价值，那为何让家中子私卖1万两？是想欺骗我的儿子，还是觉得我们叶氏无人，好欺负呢？”本官并未见过这只玉镯，老夫人不要乱说。看来他确实不知情。我侧过头，让人把垂头丧气的老二带下来，来跟顾大人好好说说，你是如何从顾炳手里买下这只劣质玉镯的？叶婷不想说，无奈被老娘威胁，只能将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
此时顾大人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气得脸红脖子粗。逆子，逆子啊，是我教子无方，老夫人可否先进府商谈？不必了。我摇了摇头，看穿了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意图，不紧不慢地说道：唉，1万两银子就当是买个教训罢了，没关系的。等明天进宫，我再和陛下好好谈谈。关系到自身的仕途，顾大人不再包庇自己的次子，命人把一脸茫然的顾炳押到大门处，在光天化日之下，拿起鞭子就抽打起来。逆子，我让你在外边骗人。哦，爹，我错了。顾炳被打得在那里不停地嚎叫，老二一脸歉意地凑过去，想解释2句，却被对方狠狠地推开。走开，区1万两对你来说算得了什么？非要害我到这种地步，今日我们便割袍断义。一旁的我，好好好，太好了！看完这场闹剧，我的心情格外美妙。临走时，顾大人不仅归还了1万两银票，还又添了1000两，只求我不要在陛下面前提起这件事情。我笑着说道：好说好说。叶婷的心情可就不怎么好了，她低着头坐在车厢内，那圆胖的身子缩成一团，时不时地颤抖着。我听到抽泣声，睁开眼睛，这才发现老二哭了。你这是在干什么？我猛然一巴掌拍了过去，那男子被吓得一跳，眼中满是委屈，说道：娘，您一直都偏爱大哥和三弟，我笨手笨脚的，怎么都讨不了您的欢心。可为什么以前您不管我，现在连我唯一的朋友您都要干涉呢？这些饱含着控诉的话语，仿佛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记忆。夹在中间的孩子往往更容易被忽视，原主最疼爱幼子，对老大也很器重，而老二则像是被放养一般。我有些恍惚，仿佛看到一个白胖可爱的男童朝我奔来，眼中满是期待，开心地问道：娘，你看我做的风筝是不是很厉害？而我却将他推开，把那只兔子风筝踩在脚下，戳着他的额头骂道：你个讨债鬼，就不能像晨儿和静儿那样多读些书吗？画面渐渐消散，难得的我心中涌起了一丝愧疚，于是我摸了摸老二的脑袋，说道：对不起啊，你说的对，是娘忽视了你。叶婷愣住了，她那红得像兔子般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光亮。娘不是反对你交朋友，而是想让你明白，酒肉朋友和真正的好友是不一样的。她动了动嘴唇，眼神又黯淡了下去。可是根本没有人愿意搭理我，只有在她花钱请客的时候，那些公子哥才会带着她一起玩，而顾炳是唯一会主动找她玩的人。没关系的，我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儿啊，只要你听话，娘保证让你交到知心好友。从那日谈话之后，我就开始实施老二的改造计划。首先从减肥开始，那200多斤的身形实在是不太好看，他已经习惯了大鱼大肉，根本吃不下那些粗茶淡饭。面对伙食的下降，叶婷每天夜里都饿得泪流满面。不仅如此，她每天还要干活，干完手工活后去府外采购，了解物价。要是买贵了，钱还要从她本就不多的伙食费里扣除。接着，她还要跟着请来的武师傅一起打拳。唯一的休息时刻就是听说书先生讲我总结的那些心灵鸡汤故事。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抱着云溪和甜姐儿开心的吃糕点，而她只能啃着白菜叶。没过多久，她就瘦了下来，脸庞已经有了明显的轮廓。比起老大和老三，她更像她的父亲，长得浓眉大眼，原本的眯眯眼也变得明亮有神，仿佛获得了新生。没用我出手，她就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赚钱，在采购时结交了朋友。这些朋友不是什么贵公子，而是江边的渔夫、卖菜的阿婆，或是田里的佃农，也有富商地主。哈哈哈！一阵子没见，二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临近年关，从书院回家的老三叶金拉着瘦了一圈的老二走进大堂。老三长得是3兄弟中最俊美的一个，玉树临风，仪表堂堂。不过他眉宇间的清傲十分明显，让他的气质打了些折扣。他抖了抖扇子，上前行了个礼，不经意间问道：母亲，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我听说您让陛下收回了大哥的世子之位，大哥还到书院来警告我，让我不要痴心妄想。看着这个最为出息的老三，我在心中暗暗叹了口气。3个孩子中，就他最难改造了。被原身溺爱长大的老三，天资聪颖，年纪轻轻就中了举人功名，却不肯努力。他从小就嚣张跋扈，目空一切，人生格言就是我爹是国公爷，我娘是一品夫人，陛下还是我养兄，谁能比得过我？因此，除了我和皇帝，他连2位兄长都不放在眼里。在剧情里，叶京在书院不停地针对一名寒门学子，没想到那位寒门学子竟然金榜题名，登阁拜相，在叶家出事后出手干预，将原本的流放罪名改成了抄斩。他不像单纯的老二那么好糊弄，也不像老大是个恋爱脑。我按照记忆中的模样，对他嘘寒问暖了一番，这才让他认了任心侄女。这是田姐儿，你大哥遗落在外的女娃，以后在家中行2，这是我们商量好对外的说法。老三掏出一枚玉佩，漫不经心地丢到田姐儿怀里，见面礼。田姐儿好奇地打量着他，我让他收下，他才乖巧地接过，喊了声谢谢三叔。老二一改往日唯唯诺诺的样子，数落道：哎，三弟，你太小气了，云溪的还没给呢。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最后老三被磨得没办法，又从手上摘下一枚玉扳指，看到我为他设下家宴接风洗尘，
他眉间的躁意才缓和了不少。还是母亲最疼我。老三有强迫症，夹起一筷子清蒸鱼肉就不愿再加第二口，只看单数不看双数。让仆人撤下一个菜碟后，他抬头随口问道：大哥还不回来吗？我冷笑道：老大还在做着让老娘我先服软的春秋大梦呢。别急，鱼儿快要上钩了。身为未来的反派继母，如今的花姨娘身上可是有不少黑料。要是老大发现自己被绿后还能装作看不见，那可就没救了。不回来也罢。年节将至，我时常让府里做些糕点，带着2个小孙女进宫去和皇帝联络感情，把皇帝感动的当场又要赏赐几个田庄。还是阿娘疼朕，她政务繁忙，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带着2个小团子四处溜达。田姐养了一段时间后，脸上终于多了些血色，整个人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拘束。她很依赖小云溪，走到哪里都要喊阿紫。小云溪对她的态度虽然还是冷淡，但眼中已经没有了敌视和仇恨。我正坐在湖心亭喂胖锦鲤，突然听到一阵喧闹声：快滚开，不准扑我的蝴蝶！是一道稚嫩的男童嗓音。在剧情中邪魅狂狷的男主，此时还是个3寸小豆丁，他一把将前面的叶云溪推倒在雪地里，气得小脸鼓鼓。五皇子怎么能无缘无故的欺负咱大小姐呢？旁边的秋月一脸焦急，正要上前去阻止，我拦住了他，淡定地抿了口茶：别急，先看看。人之若妖，小云溪对田姐的心结我一直都尽收眼底，当下便迎来了一个解开此结的绝佳时机。时隔许久再次见到幼年模样的慕斯，叶云溪心中的滋味极为复杂。毕竟在上一世，他因这人与叶田产生了诸多矛盾，且从未在这些纷争中获胜。阿紫，叶田那小团子急匆匆地跑过来，将他从雪地中拉起，接着鼓起小脸，气势汹汹地冲向五皇子，将其按在地上一顿暴打。不许你欺负我阿紫，听到没？田姐儿在乡下时就擅长打架，刚到新家时因害怕被嫌弃而不敢轻易动手，如今却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叶云溪望着眼前的这一幕，怔怔出神，而后突然笑出了泪水。他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被叶田护在身后。看着小云溪脸上那发自内心的笑容，我满意的轻点了点头。秋月，走吧，咱们去给这些小家伙收拾残局。小孩子的皮肤格外娇嫩，五皇子被打得鼻青脸肿，疼得哇哇直叫。皇帝瞧了也只是说道：阿娘教训得好。2只幼崽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刚坐上马车准备出宫门，负责监视老大和花姨娘的侍卫明远特意前来禀报：老夫人，大爷在租的院子里与花姨娘厮打起来了，您看是否要去看看？我兴奋地拍了拍大腿：走，快去瞧瞧，这热闹可得看个够。那好大儿叶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花姨娘竟然背着他与自己的贴身小厮勾搭在了一起。看着丢落在床榻上的那赤色鸳鸯肚兜，他再也无法自欺欺人，当下便一巴掌甩了过去。水性杨花啊！花姨娘尖叫起来。这段时间的穷苦生活早已将他的耐心消磨殆尽，他穿好衣服破口大骂：我有问题，那你呢？废物，离了叶家你什么都不是，如今吃穿都得靠我的手势，你还要花钱去买那些没用的字画，还得让我恭恭敬敬地伺候着你。花姨娘原本以为被赶出叶家只是暂时的，所以一直隐忍不发，直到她听到叶晨世子之位被废除的消息。难道我以前对你不好吗？叶晨怒吼道。你也说了，那是以前。花姨娘也懒得再伪装，那柔美嗓音说出的话却如尖锐的刺般扎人心扉。我给你当妾是为了荣华富贵，可不是为了什么情呀爱的。我不图你钱，难不成还图你一个恋爱脑？但凡你愿意低头求一求老夫人，我也愿意捧着你伺候你。可你呢，偏偏要讲究什么脸面。在外面偷听的我和2只幼崽面面相觑。田姐晃了晃头顶的小揪揪，好奇地问道：老祖宗，什么是恋爱脑呀？小云溪连忙捂住他的嘴巴：别问了，就是你吃完冰糖葫芦后的木签子。这个解释还真挺有创意。没过多久，叶晨就被花姨娘和那小厮一同赶出了院子。天空中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那男子一脸胡茬，显得萎靡又狼狈。他跪在青石板上，狠狠地砸着地面，瞳孔中布满血丝。不远处，驾车的明远低声问道：老夫人，咱们要不要去把大爷接回府？不必，我捻着手中的佛珠，淡淡的说道：他还没受够教训，且等他撞了南墙再回头吧。接下来的2天里，叶晨先是想去往日好友的府上借宿，却接连吃了闭门羹，去找同僚借银两，还没走到跟前，就被人骂道：哪来的乞丐，快滚！吾乃国公府世子，瞎了你的狗眼。那同僚嗤笑道：陛下早已夺了你的世子位，你不过是一只丧家之犬罢了。没有了国公府这棵大树当靠山，便无人再畏惧他。他去卖画，却无人赏识，想赚些铜板，码头的苦力都嫌弃他身子瘦弱。短短半年时间，叶晨便经历了人生中最多的冷嘲热讽。当听到好大儿跪在国公府门口请求原谅时，我端起燕窝漱了漱口，吩咐道：先晾一晾，等他撑不住了，再让老大媳妇去接他。锦上添花哪有雪中送炭来的实在。外面大雨倾盆，屋内却热火朝天，我可不想让自己这把老骨头赶上风湿，只要不影响到我的养老生活，随他们怎么折腾去吧。隔日，满脸沧桑的好大儿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袍来给我请安。儿子不孝，让母亲担心了。我其实也没怎么担心，
但表面上我还是做得很到位，慈爱地问道：“可是想明白了，愿意回家了。”叶晨的眼眶瞬间红了，紧紧抓住发妻的手：“是，儿子这次离家后才明白，您和阿鱼对我有多好。”他并未注意到，此时景瑜脸上的笑容有多么勉强，眸底满是寒意。自从得知女儿被换走后，他便彻底心灰意冷。既然愿意回来，那就得遵守老身定下的规矩，好好善待两个孩子。我抬手让秋叶上前好好念一遍家规。小丫鬟领命，抬起脑袋大声喊道：“纳妾必须经过夫人同意，不得制造家宅不宁之事，自己挣的钱自己花，不得随意动用宫中的私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已经3天没吃上一顿饱饭的叶晨低下了脑袋：“是，儿子知道了。”然而刚解决了老大的事情，老三那边又闹出了乱子。那叶三竟然为了一本书与同窗厮打了起来。我赶到书局的时候，2个少年仍在扭打在一起，谁也不肯松手。你服不服？我就是要买2本，你凭什么不让我买？就凭这书局是我家开的。听到这嚣张的话语，我脑袋一阵疼，抬起龙头拐杖便往下敲。住手！住手！谁让你们来这里闹事的？像话吗？叶京哎呦叫唤着，委屈地喊了声娘。我不过是让他多买1本或少买1本，他偏要跟我作对。与叶京扭打的正是他那位同寝的寒门学子陈时寻。男子此刻紧抿着双唇，眼中闪烁着警惕的光芒，朝我解释道：“这些书是买来要送给别人的，家中境况贫寒，多买1本都负担不起。我都已经跟你说可以打折了，你还是不愿意。”我一眼便看出老三那喜欢看单书的强迫症又犯了，毫不犹豫地追着他数落道：“人家想买几本就买几本，关你什么事？啊，疼！娘，你轻点。”叶三压根就不明白，平日里那般溺爱他的娘亲，怎么突然就变得如此凶狠了？陈时寻则惊讶地挑了挑眉，他原本以为我会跟老三一样蛮不讲理。教训完这个不孝子后，我稍稍歇了口气，然后朝书局掌柜吩咐道：“书钱就给这位公子免了，就当做是赔礼道歉吧。”听到这话，陈时寻下意识地想要拒绝，不用。我抬手温和地说道：“这次是金儿做的不对，你要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以后多来光顾我们书局的生意就行。”叶京不屑地撇了撇嘴，他一个穷书生哪买得起啊？住口！我转头怒喝，让下人把他绑起来带回国公府去，只留下陈时寻一人在原地拿着书本，一脸茫然。一回到家，叶京就开始埋怨起来：“娘，你还是不是我亲娘了？居然不帮儿子说话！”我想起原著剧情中他那悲惨的结局，冷笑2声：“正因为我是你亲娘，才盼着你好呢。你看看，有谁会管你？”老三，你真让为娘失望。叶京那清俊的脸庞上闪过一丝迷茫。我不紧不慢地开始说道：“你是不是觉得那位学子不如你，所以你就颐指气使的，还想让人家来迎合你的习惯？难道不是吗？他在书院里的成绩确实不如我。娘生你比较晚，所以你一出生就想进了荣华富贵，没受过一点苦。你想拜哪位大儒为师，为娘就算不要面子，也会送你去拜。可人家呢，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依然能和你进入同一个书院。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寒门学子？”叶京这回彻底愣住了，他根本无法设身处地地体会到陈时寻的困难，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在原著剧情中，他甚至把人家的左手都给弄残了。我不再说话，下定决心一定要改掉老三这个坏毛病。来人呐，他的腿也是双数，给我把这逆子的一条腿打断。当然不会真的下狠手，过段时间街上也不会有什么大碍。我指挥着丫鬟小厮，你们把老三房间里的东西都放上2份，让他慢慢习惯。听着后面传来的哭嚎声，我只觉得心情格外舒畅。重新归家后一直低调做人的叶晨从前院经过，他叹了口气，作为过来人劝说道：“三弟，你别跟母亲犟了，他老人家现在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一瞬间，叶京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和手段。等老三的腿重新接上后，他已经不再执着于只看单数的东西了，被折磨的都有些麻木了。我给了他足够的恢复时间，等他一好，就把他带到了乡下，让他和陈时寻做邻居。娘，你把儿子带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干什么？带你感受感受种田的乐趣。短短1个月下来，叶京已经学会了顺从，当然主要是他觉得种田也没那么难，再难能有读书难吗？2个时辰后，我在屋檐下喝着冰凉的酸梅汤，看着老三满头大汗，几乎要晕倒过去，连锄头都快拿不稳了。而陈时寻却依然毫无影响的在锄地，他拿着我给的银两，负责带着叶京体验农家生活。虽然人穷志不短，但既能挣钱又能出气的活，谁会不喜欢呢？更何况他的爹娘都卧病在床，就靠着一个妹妹绣花来补贴家用。于是叶京跟着陈时寻干了1天活，回到王家只得到了一个粗糙的窝窝头当晚饭。可别说是我欺负你，我自己也是吃这个。陈时寻淡淡的说道。少年闻着我碗里的肉香，眼睛都快冒出绿光了。等他吃完去洗手时，陈时寻毫不避讳地掏出一个玉米面窝窝头，还客气地问道：“老夫人，您要不要尝一口？”“不用了。”我摇头拒绝。就他这点心眼，老三还想在人家面前耍花样，做梦去吧。到了傍晚，叶京正准备躺下睡觉，忽然陈时寻拿着蜡烛敲响了那扇摇摇欲坠的门，出来读书。昏昏欲睡的叶京，你是个魔鬼吗？体验了半个月的农家生活后，
叶京从一个玉面书生变成了黑不溜秋的样子，他那嚣张跋扈的性子也平和了许多，两人的关系也有了极大的改善。现在他才知道，比起种地来，读书要快乐得多。看来满门抄斩的危机算是解除了。见状，我十分满意，大手一挥，让奴仆们收拾东西。儿子，回府去。叶京不再消极怠工，开始刻苦读书的模样，让众人都大为惊讶，连叶婷都惊呼道：“三弟这是吃错药啊！”3年后的科举考试中，他被点为探花郎，状元正是昔日的寒门学子陈时寻。只不过这一次，两人的关系很不错。摆宴当天，老三犹豫地来问我，能不能去王家提亲。他看上了陈时寻的妹妹，在乡下的时候，只有王妹妹会偷偷给我送吃的。金榜题名的心愿达成了，他也想早日洞房花烛。我怜悯地看着他，儿啊，你可真是被人家兄妹俩算计得死死的。没多久，两人就顺利定下了亲事。老二也已经娶妻生子，他娶的是一个江南富商的女儿，两人名下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现在变得特别善于言谈，不再是以前那怯懦的模样。老大估计是留下了心理阴影，现在对女色十分抗拒，他宁愿和景氏相敬如宾，也不再纳妾。花姨娘的下场非常凄惨，她勾搭了一个富商当外室，结果被那富商的正妻找上门来，闹得很是难堪。小云溪长大之后，新办起了一所女子书院，待到25岁时才觅得了如意郎君，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田姐儿则嫁给了一位出身寒门的进士，两人感情深厚，婚后时常会回府探望。除了年少时遭受的那一顿打，他便不再与五皇子有任何往来。九四弟离世之前，我特意入宫主动请求降低爵位，以此消除在新皇眼中的威胁。我的晚年生活过得极为舒适自在，衣食皆是上等，人人都对我敬重有加。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有众多子孙环绕在身旁。叶云溪坐在病榻之上，紧紧握住我的手，眼中含泪，轻声说道：“老祖宗，多谢您给予我这般不同的人生。”窗外传来雀鸟的鸣叫，惊起了一片悲戚的哭声，而我再无任何遗憾。叶云溪视角，我身着破旧衣衫，在一场大雪中死去，宛如一个被丢弃的破布娃娃，无人在意，无人问津。偌大的叶家，最终只剩下我和叶田。不，我本就不属于叶家，我只是鸠占鹊巢的那只鸟。只可惜，无论我如何阴险狠毒，都无法斗过叶田，只能凸显出他的善良与美好。他就像是被上天偏爱的人，就连那位残暴的新皇也对他另眼相看。意识渐渐模糊之际，我的灵魂飘然而起，却意外地听到了叶田的哭声。他朝我奔来，脸色苍白，喃喃自语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直在失去？”我心中充满恶意地想着，如果我能回到年少之时，一定要先将他除掉，亲手灭掉叶家满门。再次睁开眼睛，我的愿望竟然实现了。我慌忙地赶过去，想要救下母亲，却发现事情开始变得与上一世截然不同。那个尖酸刻薄的老祖宗居然出面斥责了宠妾灭妻的父亲。我看着那张苍老的面容上浮现出的慈爱神色，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老祖宗，我能否也换一个爹爹啊？”令我意外的是，他竟然答应了，还带着我进宫，让九四弟认我为女。老祖宗这是在为我寻找靠山吗？我越发感到迷茫。明明上一世他从未给过我好脸色，只想要一个男孙。后来事情的发展愈发脱离了原本的轨道，叶田居然提前被人接回了府，我心中慌乱不已，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于是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是不是要将女儿送走？”母亲沉默的那一刻，我便知晓了她的答案。那一瞬间，我仿佛坠入了冰窖，原来连母亲也不疼爱我啊！然而就在此时，老祖宗却拉起了我的手，一股暖意从掌心传遍四肢。他说：“国公府养得起2个小丫头。”他还让叶田喊我阿紫。叶田这个傻丫头，居然真的屁颠屁颠的跟在我身后，即便我对她冷脸相待，她也会黏黏糊糊的凑上来，甚至她还为了我去揍五皇子。罢了，大不了留她一命。在老祖宗的管理之下，国公府似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就连那不着调的2叔3叔也有了极大的改变。我心中的怨恨，不知何时在老祖宗的疼爱中早已消散。我们小云溪啊，是世间最美好的姑娘。老妇人笑呵呵地说着，我伏在她的膝上，轻声说道：“您才是最好的祖母，唯有您，再无他人，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老太婆。灵魂一旦被爱浸润，枯骨之中也能长出鲜活的血肉。”